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股表现优劣参半，人工智能收益令人失望，投资者等待美联储政策决定和降息线索。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约 0.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0.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基本持平。接下来这条，星巴克第二季度业绩全面低于预期，收入、收益和同店销售额增长等指标均低于预期，因消费者减少了光临频率和订单规模。让我们关注唐纳德·特朗普日前获得价值18亿美元的 Trump Media 股份，该公司股价近期已上涨，他持有超过 1.14 亿股公司股票，价值57亿美元。我们来看一下，万事达卡因汇率逆风下调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一季度交易量不及预期，排除汇率影响和收购因素，净收入增长预期保持不变。让我们关注拜登竞选连任期间避讳的3大话题之一是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创纪录。尽管增加了产量并降低了汽油价格，但拜登并未宣扬这些成就，因为他担心失去气候活动家的支持。请看下面这条， AMD 财报低于预期，表明人工智能热潮中并非所有芯片制造商都能像英伟达一样增长。AMD 人工智能芯片预期增长低于华尔街预期，股价跌超 9%。 与英伟达持续超预期不同， AMD 可能难以超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垂直整合优势。接下来这条，特斯拉放弃了其开创性的制造工艺，一体压铸的雄心勃勃的创新计划。该决定是特斯拉在销量下降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削减开支的又一个迹象。接下来这条，3月美国职位空缺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但仍处于历史高位，表明就业市场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韧性。请看下面这条，受库存上升和埃及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外交努力的影响，油价下跌超 3%。 请看下面这条，美国检察官正在调查 Block 的金融交易，因该公司的前雇员举报其存在合规疏漏，包括未收集足够客户信息、处理受制裁国家交易以及为恐怖组织处理加密货币交易。 Block 回应称，其合规计划完善，会随着威胁和监管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接下来，联邦贸易委员会即将决定是否起诉阻止埃克森美孚斥资600亿美元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埃克森美孚于4月初满足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第2次信息请求，由此触发了反垄断机构必须做出决定的30天期限。如果监管机构和公司同意继续解决竞争问题，可以延长时间线。请看下面这条， CVS 收入低于预期，下调2024年预期值，因医疗保险报销减少，公司计划提高保险费，以应对未来医疗保险报销减少。让我们关注维金控股公司在纽交所上市首日，股价上涨 9%， 市值达110亿美元。该公司计划筹集 15.4 亿美元，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调整后息税前折旧摊销前利润几乎增长2倍。请看下面这条，去年以来，特斯拉至少5位高管离职，包括前 CFO 和首席电池工程师。马斯克重新确立了他在公司的主导地位，因为特斯拉的营收、利润和股价都在下跌。一些投资者认为，这比管理层变动更重要。接下来这条，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重申利率将保持平稳，并指出通胀尚未恢复到 2% 目标。请看下面这条，美股周三收高，鲍威尔表示美联储不太可能加息。下一条，社交媒体用户是否拥有控制他们动态中内容的权利引发争议。一项诉讼认为，保护互联网公司免受责任的联邦法律也允许用户使用外部工具来控制他们的动态，即使这意味着完全关闭它。最后为您播报的是 AI 投资初见成效，但代价高昂。亚马逊、谷歌、Meta 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在 AI 方面的投资大幅增加。如亚马逊宣布今年第1季度资本支出为140亿美元，微软去年第3季度的 AI 资本支出高达140亿美元。专家认为 AI 投资的回报期可能长达12至18个月。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